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塔罗的低语，我是 Nico 啊。那我们今天要占卜的课题是在你们接下来的生活当中很快会出现的惊喜和转变是什么？你们能够从塔罗牌和神谕卡当中得到怎样的指引？那在我们面前呢有三组牌，从左到右分别是第一组牌、第二组牌、第三组牌，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直觉选择和你们连接最紧密的一组牌。稍后的话我会做出一个解读。好，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选牌了。大家好，欢迎来到第一组牌。首先，第一组牌的第一张牌就是 The Cross 十字架。十字架它是用来祈祷的，就是近期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愿望吧。我觉得抽到这组牌，说明近期的这个愿望，内心当中的这个想法，它会加速的显化。你们内心当中有一个隐约的驱动力，会推动着你们把那个愿望或者说想法实现。你们内心的渴望会让你们向这个结果靠近啊。而且呢，永远也就是不要停止你们内心当中的这样的一种去积极的去想着某件事情啊，因为这种愿望呢，它是成功的第一要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愿望就是培育成功的种子。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内心当中的那个愿望其实并不是遥不可及的，你们要敢想敢做啊，因为你们已经默默无闻了很久啊，你们一定在酝酿着什么。现在的你们可能是蓄势待发，但是有一种发不出来的感觉，这是因为有一个契机在等着你们引爆它。我觉得近期一定有一些事情啊，它会有一个突破点出现的，你们很可能会找到一个事情或者说一个困境的死角和软肋，然后撕开一个巨大的口子，让你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界，找到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个十字架呢，它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说去完成一种自我救赎。你们内心当中可能有一件事情一直没有放下啊，反复的在责备自己，你们努力的思考、懊悔、自责、纠结，把精力都花在了内耗上啊，而没有把这个真正的精力灌注在行动、生产和创造上。所以说你们这样的这种自责和内疚啊、懊悔的情绪，就好像是你们在和自己战斗一样，都不用等别人动手，你们自己就把自己消耗殆尽了。所以说这个十字架的出现代表的就是你们会近期从这样的一种自责和懊悔当中解脱出来，然后你们会把真正的时间、精力、重心放在生产、创造和体验当中啊。所以我觉得抽到这张牌呢，十字架，你们当下就应该停止自我怀疑和自我否定，停止责备自己过去犯过的某个错误，因为当时的你们已经尽力了啊，能够做到你们能够做到的最好的一种选择了。你们可能很容易会反复的思考过去做出的某个错误的决定啊，它会让你们寝食难安，因为你们在不断的思考，不断的纠结那些细节啊，自己如果怎样怎样，是不是事情就可以变得更好？但是实际上你们走过的每一步路啊，你们做出的每一个选择，在当下来看，都是你们能够做出的最好的选择，而这些选择或者说走过的每一步路，也都是你们必须要经历和体验的。没有那些错误，你们也不会成长。所以说你们要记住啊，过去的那些错误啊，它不是来定义你们的，它是来指引你们的。只要你们能够想明白这一点，你们就能够立刻的从这样的一种自我责备当中走出来。而第二张牌的太阳牌的话，我觉得首先啊，你们近期要多出去晒晒太阳，接触这种户外的能量。这个过程当中会得到一些惊喜，比如说你们在外出去接触户外的能量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认识到一些新的人啊，会有一些新的人出现，也有可能是你们在接触这种户外的能量的时候，你们的内心会打开，因为你们当下可能在居住环境上面或者说心理上面有点自我封闭啊，你们可能是一种习惯性的封闭啊，长时间的自我封闭，让自己躲在一个没有人看得到的角落里边，把自己变成了一座孤岛。当然呢，这种封闭也可能是外部环境的这种束缚和困顿啊，但是无论怎么样，你们在接下来都会去主动的选择一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它是开放的，会让你们接触到一些新的人和事啊，去接触到一些新的能量，你们在心态上也会发生改变啊，主动的走出去，有可能就是说这种外部环境的隔离啊、束缚啊、限制会被松绑，能够让你们去接触和拥抱一个更大的世界。
太阳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积极阳光的能量，接下来你们也会选择让自己活在阳光下可能是我觉得这张太阳牌它就是在暗示你们接下来会选择一种不逃避的直面问题的方式去迎接接下来的这样的一种生活。而且太阳牌它也会暴露一切的谎言，这种谎言呢，首先你们需要做的就是你们现在需要就是问一下自己吧，有没有对自己撒谎，或者说有没有欺骗自己。然后呢，这张太阳牌它其实是会能够让你们暴露出自己内心当中的一些脆弱啊、黑暗啊、无助的情绪但是当你们一旦能够选择看到这些东西你们也就看到了力量、光明和自己内心深处的最真实的渴望所以说我觉得太阳牌它是能够暴露一些问题，而当你们看到了那些问题的时候，你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会被治愈。而第三张牌呢 The Tree 它是一棵树在茁壮成长这棵树之所以能够茁壮成长，我觉得是因为你们当下的这个阶段你们在扎根，你们就是你们在一个自我扎根的阶段，你们的根向下扎得越深，你们也会在未来越发的枝繁叶茂。所以说这张牌我觉得就是你们正在为了某个事情低调的默默的努力，你们在向下扎根的过程当中可能暂时看不到一些很明确的结果和回馈，但是呢其实你们知道你们这样做是在一点点的向那个目标靠近，你们的努力会被沉淀下来，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它会变成自然而然结出的果实回馈给你们，它其实是需要一个时间的。你们会发现那些附着于生命的诸多的美好的事物，比如说爱、美德、智慧、成就、知识、财富它也具有像生命一样的特质，它需要持续的积累，就像一棵树在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缓慢的，它需要不断的持续的生长，以一种我们肉眼无法觉察到的速度但是当你们回头再看，你们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就会猛然的意识到，原来你们已经完成了如此之大的这样的一种跨越吧。就是当你们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再回看自己的过去，你们会惊叹于自己原来已经走了如此之长的一段人生旅程了。所以说这张牌呢，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生命力和那种生命的韧性，你们经历的这些挫折和阻碍是没有办法去折断你们的，它只会让你们变得越来越坚韧在隐忍当中不断的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强大，你们的根会在接下来扎得越来越深会被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到。我看到就是从这张牌我看到的是一种非常强大的精神内核作为支撑对于你们来说枝繁叶茂它只不过是时间问题。然后第四张牌呢，它是 The Mountain 一座大山它是一种依靠，就是你们会突然的发现你们在你们的身后是有一座大山的，它平时你们可能没有意识到，但是一旦当你们遇到了一些问题，当你们感觉到无助没有安全感的时候，这座大山你们才意识到，原来你们的身后一直是有一个人在守护着你们的，这种能量在守护着你们。这张牌它也象征的是一种稳定，你们可能在接下来期待着某种激烈的变化，但是我觉得这种变化呢，它是缓慢且扎实的。这张牌其实是在告诉你们要警惕那些太容易得到的快感，也要警惕那些太容易得到的东西，你们要相信缓慢、平和、细水长流的力量。所以说我觉得这组牌它的最大的惊喜它不是来自于那些突发的变化，它来自于你们接下来的生活呢是稳定的、重复的、可预测的，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当中，你们就在完成某种蜕变，只不过这种蜕变它是潜移默化的，就像种子在破土发芽之前，你们是看不到它的成长的。而我们抽到的这张 Two of Cups 圣杯二你们的人生在接下来会迎来一个分岔路口就是说有些事情你们做着做着就发现，你们的人生好像突然就会多出一种新的可能性。所以圣杯二接下来你们会选择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告别旧的生活模式，打破这种命运的轮回和循环，而且这种新的生活方式是你们主动的去选择的。那接下来我们抽到的这张 Four of Pentacles 星币四就是在告诉你们，正是因为你们的谨慎和保守，
能够让你们在接下来躲过一些危险和陷阱啊。你们会看到有一些人他们会急于求成，走一些捷径，但是你们会发现啊，往往是那些捷径啊，它其实是某种陷阱啊。这个时候你们会发现，原来你们走的那些弯路其实反而是一种捷径。所以说有的时候慢就是快，快就是慢啊，它不鼓励你们去加速当下的生活，它是用一种非常稳定的踏实的价值观去一点点的积累啊，用一种很保守的稳妥的方式去守护你们现在已经拥有的，这就已经足够美好了。而第3张牌的逆位的权杖5啊，我觉得接下来会发生的惊喜可能是你们能够告别掉一个混乱的嘈杂的环境啊，从纷争当中解脱出来。你们经历的一系列爆发的事件，可能它会让你们短暂的处于一种混沌和混乱里边啊，但是这种混沌和混乱它其实是上升的阶梯，你们能够很快的调整自己，然后重新梳理啊，让自己的生活重新回归到那种安定的状态里边，在稳定当中得到发展。而且呢，这个逆位的权杖5它也象征的是你们会从一个激烈的竞争当中脱颖而出啊。所以说如果抽到这组牌的你们，在接下来会迎接到一个考试或者说竞争的话，你们会拿到一个不错的结果，这是你们应得的。就是这组牌它强调的是把你们的努力沉淀下来，然后一点点的收获属于你们自己的胜利果实。而且呢，这张权杖女皇啊，就是如果说你们身处在一个职场里边，或者说你们正在竞争某个职位，竞争某个结果，那么女皇呢，你们接下来很有可能会得偿所愿啊，因为女皇它代表的是你们在接下来的工作生活或学习当中啊，你们的掌控力会得到增强。这一切的一切是因为你们自身能力的增长，让你们来到了一个更高的位置上，或者说现在的你们已经能够就是值得去拥有一个更高的职位啊。那么在这个更高的位置上面，你们会拥有更多的话语权和对你们周遭一切的这样的一种掌控力。我觉得权杖女皇这张牌它就是一种强势文化的代表。什么叫做强势文化呢？简单的来说就是让自己发光而不是被照亮。当你们在迷雾当中看不清方向的时候，你们会把自己变成一座灯塔，这就是一种强势思维和强势文化。所以权杖女皇，你们会把自己变成自己的贵人，你们不会再寄希望于外部世界有一束光来拯救你们，你们会自己拯救自己。当你们完成了这样的一种思维上的转变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啊，自助者天助之，而自弃者天弃之。当你们开始自己拯救自己的时候啊，周围的一切人和事都会开始成为你们的助力和推动力。但是如果你们有放弃自己的想法的时候啊，那可能周围的一切的人和事，他们都会来落井下石。所以说你们的心是怎样的，你们看到的这个世界就是怎样的。在接下来一切的惊喜和转变都是从你们的心开始的。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2组牌。那么我们抽到的这个第2组牌的第1张牌就是 The Whip， 它是一个鞭子啊，它象征的是一种驱动力。你们近期可能会受到某种刺激，而这种刺激能够激发出你们内在的强大的潜力啊！你们近期要么就是会突然发现自己的使命和意义，找到自己的目标、节奏和方向，要么就是外部环境会发生变化，它会激发出你们的危机感。而这个危机感呢，在当下来看可能会让你们产生大量的焦虑，但是你们会发现这种危机感反而会激活你们内在的这种能量，能够让一些事情加速的得到发展和推动啊。所以说我觉得近期有一些事情会被加速，其实是你们会主动的去加速这个事情的发展。而且呢，这张牌它也代表的是近期可能会有一个人出现啊，他能够监督你们，能够鞭策你们，能够给你们施加一些压力，能够让你们从一种过分躺平或者说摆烂的状态里边支棱起来。第2张牌呢是 Rider 啊，一个人骑在白马上正在向你们靠近，也就是说近期有一个人他会拿着某个东西，或者说带着某个好消息来走入到你们的生活里边，象征的是你们平静的生活会被打破，而这个人带来的好消息或者说这份礼物可能会能够让一些陷入到困境的事情得到发展。那么这张牌呢，我觉得抽到这组牌的一部分人啊，可能你们近期会
会有一个比较有仪式感的这样的一个节日出现，然后这个人就会带着礼物来找到你们。而且呢，这个人他在接下来会给到你们一些陪伴，或者说给到你们一些力量和支持。对方骑在白马上，他是一个很优雅、很克制、很高大的形象。所以说近期你们的生活里边可能会出现一个男性贵人，他像一个导师一样，能够把你们从困惑和迷茫的状态里边解救出来。你们会和这个人在近期开启一次高质量的对话。然后这个对话呢，它一定是能够加速你们做出某种行动和转变的。那么第3张牌呢 The Stork 牌面当中的这只鸟它叫做鹳鸟，鹳鸟在向着一个有彩虹的地方飞去，代表的是你们的生活正在逐渐的好转，幸运天平在向你们倾斜，因为在这张牌里边它有彩虹。接下来你们可能会看到彩虹，有一些很幸运的事情会降临在你们的身上，有一些事情的发展会变得异常的顺利，你们会享受那种一口气把一件事情做完带来的畅快感。而且呢，这个 Stork 鹳鸟的话，它象征的是飞行和自由。近期你们可能会有一个旅行说走就走，然后会来到一个新的环境里边，或者说你们现在很渴望能够换一个环境生活，你们在接下来会得到这个换环境生活的机会。其实这张牌它代表的是一种新旧能量的交替和过渡，你们应该能够明显的感觉到你们的生活就是每当你们的生活跌入到一个低潮的阶段的时候，那么在接下来它就会有一个明显的上扬有一种运势触底反弹的感觉。所以说这张牌它就象征的是你们接下来会有一个起飞，有一个腾飞，在一个很短的时间窗口内会完成一个很大的飞跃和突破，这个速度之快甚至你们自己都有一点不敢相信。这张牌象征的是你们会重获自由这个自由它可能不是彻底的自由，而是说它带着某种条件和束缚的自由，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当中得到的一种自由，但是这也能够让你们透一口气，去舒缓自己一直以来积压的内心当中积压的这样的一种情绪和执念。第4张牌是 Fish， 我觉得近期你们的好运会来自于你们会多向水元素的地区靠近可能会来到一个沿海城市，或者说你们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会有很多的水元素，这种水元素它就能够提供一种疗愈的能量，或者说你们会接触到一些周围有水象特质的人格，他们是水象星座巨蟹、天蝎或者说双鱼他们的这种水象的特质就会让他们很温柔、很疗愈。他们在行动的过程当中他们的性格可能是那种不紧不慢、不慌不忙的类型。你们会受到这种能量的影响，就是让自己不再变得那么急功近利，让自己的心态慢下来。当然这不是说摆烂，而是说你们在心态上面要慢下来，但是行动上面要足够的果断和坚决。所以说接触这种水象特质的人格其实是能够缓解到你们的一些内心当中深层次的焦虑的，可能也是因为你们之前的节奏太快了在被推着往前走。所以说牌面当中的这个3条鱼呢，我觉得你们会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组织团体或者说找到自己的同类，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会获得一种身份和归属感。所以说这个接下来的惊喜来自于当你们找到了这个团体之后，你们会没有那么焦虑了，它会给到你们一种安全感和认同感。而这张圣杯6呢，我觉得你们在接下来会能够找到一个关于小时候的梦想，然后去实现它，或者说回到过去的某个地方，美好的回忆涌上心头它是一种在接下来你们会得到一种返璞归真的最纯粹的快乐。你们可能会做一些你们小时候一直想做但是又没有条件做的事情会实现一个在童年时候的梦想和心愿。然后呢圣杯6的话呢也可能是一个儿时的玩伴在接下来会找到你们会和你们重新取得联系。而这张逆位的圣杯侍卫呢，你们近期可能会知道一个被隐藏起来的消息，或者说这张牌呢有一个人在暗中默默的喜欢着你们，
默默的关注着你们，你们一直都是被蒙在鼓里的。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无意当中得知一个消息，或者说你们在无意当中会知道有一个人对你们有好感。而第3张牌呢，逆位的圣杯七啊，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会做一个更加真实的自我，会摘下你们之前的面具，就是你们之前一直都在扮演着一个不属于你们的角色，你们接下来摘下这个面具，会以一种新的身份和状态去生活，活在阳光下，活在坦荡、真诚和不羞愧当中。这张逆位的圣杯七呢，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接下来会说一些真心话吧，去勇敢大胆的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也可能是主动的去开启一个对话，把你们内心当中的诉求表明。这个时候呢，当你们大胆的说出自己的想法和计划以后啊，你们非但不会得到否定，还会得到认同和支持。所以说你们会有一种在接下来会有一种克服掉恐惧之后带来的畅快感和自我认同。当你们克服掉这种恐惧的时候，你们会获得一种巨大的勇气所带来的力量。而且这张牌也代表的是近期你们会睡一个好觉啊，你们近期的睡眠状态和睡眠质量会得到明显的好转。而且呢，这种睡眠状态的好转也源自于你们近期当中内心当中焦虑的一个事情它会落地，就是说你们的心态会改变啊，没有那么焦虑了。那我们抽到的这张权杖七呢，权杖七我觉得它有2个不同层面的解读吧。第一种就是你们之前可能有一种强迫症，就是一个问题出现，你们必须要把它解决掉。但是呢，有的问题啊，它不是你们当下能够解决的，因为这个你们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或者说你们现在掌握的资源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所以说它变成了一个死结，但是因为你们的这种强迫症啊，你们可能就会和那个问题死磕，这就会浪费你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说我觉得在接下来你们会完成的一种思维上的转变，就是你们能够和一些问题共存，不是说在当下就必须要解决它们，而当你们能够和一些问题共存，不是努力的和这些问题去对抗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当你们把问题放在一边的时候呢，时间就会自己把那些问题解决掉，就是时间本身它就是解决问题的一种方式，你们往往忽略了时间的力量。那么这张牌呢，它还有一种预示和指引，就是接下来会有一个人冲在你们的前面去帮助你们解决一些问题。我觉得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很强力的帮手来帮助你们快刀斩乱麻的解决一些问题，有一个人会挡在你们的前面。所以说这也是一种好的趋势吧，就之前的你们总是在孤军奋战，你们的性格可能不喜欢向别人寻求帮助，但是在接下来有一个人可能会看穿你们的这种脆弱和无助，然后来主动的帮助你们解决一些很棘手的问题和挑战，他会主动的扛下一些压力和责任。这组牌有点像什么呢？就是自助者天助也，你们从来都没有放弃过对于生活的期待和向往，你们始终都在努力，你们在努力的过程当中就会有人向你们伸出援手来帮助你们啊。所以说永远都不要低估自己的努力，可能你们有的时候会觉得会否定自己的努力啊，觉得自己的努力一文不值，但是你们在努力的时候，你们就是在发光的，而你们在发光的时候就会有人看到你们。所以说你们越努力啊，来靠近你们的人就越多，来帮助你们的人就越多，所以我们才会说越努力的人越幸运啊。本身努力它就会带来幸运啊，它就会带来贵人，它就会带来能够帮助到你们的人。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大家好，欢迎来到第3组牌。第3组牌我们抽到第一张牌就是 The Ship 啊，你们在接下来可能会有一个机会远走高飞啊，会有一个环境的变化，迁徙、搬家、出国留学、工作调动带来的变化。这张牌它其实代表的是从一个地方去往另一个地方，它代表的是你们正在驶向未来，驶向一个人生的新的篇章，可能近期会搭乘一个快速发展的快速前进的工具，或者说你们可能会来到一个快速发展的团体当中，它会带你们去到一个人生当中的新的篇章。
第二张牌呢 The Key 啊，它是一把钥匙，也就是说它象征的是一种新的可能性，或者说从某种禁锢束缚当中解脱出来。我觉得这把钥匙啊，抽到这组牌，你们可能在某件事情上面有过很多次尝试，但是往往效果不佳，或者说无功而返。这把钥匙它象征的是，当你们再做出一次尝试的时候，往往是最后那一把钥匙打开了你们想要打开的那扇门。所以说这个钥匙它有很强的象征寓意啊，你们近期会获得一个很棘手的问题的解决方案，或者说你们会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去解决一些问题。它代表的是你们改变了自己的思维以后，就会出现一个新的方案啊。我觉得这把钥匙它已经出现了，就是你们现在做的事情呢，可能是舍近求远，或者说丢了西瓜捡芝麻的感觉。你这张牌你们需要重新审视一下你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可能说答案已经近在眼前，或者说近在咫尺了。毕竟这把钥匙它已经出现了啊，我觉得可能是有一种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感觉啊。接下来你们可能有一个恍然大悟的时刻，会发现你们一直要找的那把钥匙原来就在当下，就在你们的手中。第三张牌呢 The Mice，你们接下来会发现一些被之前一直忽略到的小问题，看起来无伤大雅，其实这些问题在潜移默化地阻碍着你们的计划。牌面当中的这些老鼠，它其实代表的是某种坏习惯，它代表的是你们会被这些坏习惯影响，看似这些坏习惯无伤大雅，但是这些坏习惯带来的负面影响会日积月累，它会积累的啊。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这些老鼠呢，代表的是当下的环境当中有小人在背后说你们的坏话，或者说有人在背后搞破坏，你们近期可能会把一些人从你们的朋友圈剔除出去，要么是改变某个坏习惯，它会给你们带来好运，要么是把一些人从你们的朋友圈里边剔除出去，这样的话呢，你们的运势会发生一个转变。近期可能会有一个能量的清扫，人际关系的清扫，把一些消耗你们的、不断向你们索取的、不断破坏你们自身稳定结构的人和事剔除出去。那剩下的东西它一定就是能够帮助到你们的，能够帮助到你们改善自身的运势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呢，它主要就是在告诉你们，接下来你们能够有这样的一种判断力，或者说直觉，能够告诉你们谁才是一个团体当中的害群之马，要么远离这个人，要么是你们会主动的把他踢出你们的朋友圈。然后呢，近期的话，我觉得你们可能也要适当的去收拾一下自己的房间，打扫一下自己居住啊、工作的环境，会有一些惊喜发生。比如说你们在清理房间的过程当中，就会找到你们之前一直想要找的某个东西，它在某个角落里边啊。所以这张牌它也是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你们现在是需要去清理的，去清理一个空间啊，整理一些物品，让它重新回归到一种这种整齐的有秩序的状态，或者说定期的去清理你们的内心啊，做一个梳理，发现一些问题，会得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答案和感悟。那么第四张牌呢 Two Birds， 它是两只鸟啊，比翼双飞，就是说接下来会有一个人陪伴在你们的身边，或者说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会和你们一起去往一个地方。你们这个牌面当中的这两只鸟其实是有一点放飞自我的感觉啊，就是你们当下可能被禁锢和束缚的时间太久，你们很需要去释放自己内在的情绪，接下来会显化出一大片非常自由的空白的时间和空间，能够让你们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可能你们会和某个很要好的朋友临时起意去安排一个娱乐活动，然后两个人说走就走。然后我们抽到的这张逆位的权杖十啊，我觉得你们近期可能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因为自己过于努力而有一种突然迷失的感觉。因为你们会发现啊，你们的这种努力它本身是带着没有觉察的一种努力，它可能是为了努力而努力，这种努力它仅仅是为了缓解焦虑，但是你们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越努力就会越焦虑。所以说没有思考的努力，没有方向性的努力，会让你们越努力越迷茫，这会让你们陷入到一种混乱。
当你们想要努力改变的时候，你们就会发现你们有一点觉察不到自己内心当中的热情，你们会感觉自己陷入到了一种负面的模式当中啊，害怕面对过去，难以活在当下，同时又对未来感到迷茫和担忧啊，你们时常会感觉自己很累，你们需要休息一下，但是又会因为对于未来的恐惧，让自己不敢松懈下来。你们可能一直都在告诉自己啊，你们一定要坚强，一定要振作，然后或者说你们会谴责自己为什么这么软弱，为什么别人做得到我做不到，为什么自己不能坚强一些。所以说我觉得你们就是对于自己太苛责了吧，你们接下来要做的就是放过自己。如果一个人在森林里迷路了，他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他应该停下来，不是吗？他需要停下来并查看四周啊。所以说当你们在生活当中越是困惑和迷失的时候，你们越是急着往前冲，去寻找请求索要乞讨。如果你们需要一个建议的话，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你们要让自己的内心完全的停歇下来。就是当你们迷茫的时候，你们需要把手上的事情放一放，然后去思考现在你们是为了什么而努力。你们也要思考当下的生活这种方式它是不是可持续的，它是不是温和的，还是说你们就是说这种努力它是一种急功近利的努力啊。这能够让你们看清楚自己内心深处的一种状态，能够让你们重新做回纯粹的自己，整合过去的生命经验还有人格当中持续的生命力啊，让你们重新找到生活的热情和意义。那么我们抽到的这张宝剑女皇呢，它是一种很有秩序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啊，就是重新梳理自己的计划和节奏啊，重新找到当下对你们来说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你们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抽到这组牌，你们想要完成一个突破啊，你们先要停下手中的事情，做一个深度的复盘和整理，然后你们才能够确定下一个阶段要做出哪些有针对性的调整和改变，然后才能够从这种原地踏步的状态里边得到突破啊。我觉得宝剑女皇你们接下来会重新恢复到一种非常理智的冷静的状态，重新审视自己，然后呢你们会抽丝剥茧啊，把自己从这种纠缠的一团乱麻的状态当中抽离出来。当你们重新梳理的时候，你们就会得到答案，重新梳理自己。宝剑女皇呢，你们手上的宝剑也意味着是你们接下来会快刀斩乱麻的解决一个问题啊，非常的迅速果断，用坚定的决心和意志去克服这个问题和挑战。你们会意识到，如果你们现在选择逃避，如果你们现在不解决，后面这个问题它一定会像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所以说不要逃避和拖延，立刻把你们最棘手的那个问题用100%的专注，动用你们所有能够动用的资源，迅速的解决掉它。今日事今日毕。那么第三张牌呢，逆位的圣杯骑士啊，我觉得对于你们来说呢，你们最需要做的一件事情，或者说这件事情能够立刻给你们带来好运，就是你们要学会忘记，因为你们太敏感了，你们总是会不断的回忆过去啊，回忆过去的种种啊，一旦那种回忆涌上心头啊，它就会立刻把你们拖入到一种情绪化的泥潭和深渊里边。所以说逆位的圣杯骑士，你们要暗示自己做一个健忘的人，不断的放下过去的回忆，甚至你们要告诉自己啊，你们要学着做一个没心没肺的人，你们越是没心没肺，你们在当下就越快乐。逆位的圣杯，我觉得你们要完成的一种转变，就是让自己不要变得那么敏感，你们要学着做一个迟钝的人啊，就是一种钝感力，不要反复的思考和折磨自己，要学会放下，学会不断的遗忘，这样你们才能够拥有更多的美好。而第四张牌呢，女祭司啊，你们要变得冷酷一点啊，女祭司她有一种抽刀断情欲的感觉，就是你们必须要放下自己的七情六欲，才能够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强大。所以说逆位的圣杯骑士还有这个女祭司啊，我觉得她都是有一点把自己抽离出来的感觉，学会遗忘，学会把自己抽离出来。女祭司她有一种通透和智慧，你们在接下来能够看清楚一些事情的本质，然后变得不再纠结，斩断那些过去的痛苦回忆，从此决定不再纠结一些事情，还有那些曾经日思夜想的人，也不再纠结那些始终没有答案的问题，就是你们就会有一个突然的释怀，这就是
就是突然的释怀对于你们来说，它其实也是一种惊喜，对，因为你们会发现，一旦你们释怀，你们就豁然开朗了，那些困扰你们的东西就不复存在了，你们会用执着烧死所有的幼稚和任性，直到那片荒野慢慢长出了理智、冷漠和清醒，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就完成了一种重生。好，那这就是我们这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你们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